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冰湖重生夏梦，李沁、李梦饰演疯批公主一对比，演技高下立判。谁能想到冰湖重生开播，竟然把老师当年那句“照抄作业都不会”给带火了？想要复刻经典，收割情怀流量的同时，也要做足被骂、被质疑的心理准备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还真不是观众刻薄。同样演疯批公主，把夏梦、李沁、李梦一对比，演技高下立判。01夏梦饰演的公主形似神离，全无气场。冰湖重生，夏梦饰演的公主本该是怀揣纯粹执念的纯爱战士，黑化后更该是气场全开的披风女王。可惜夏梦只演出了角色的形，却丢掉了角色的魂。她一生痴恋燕洵，爱而不得的执念让她逐渐偏激。但夏梦的表演始终停留在表面的情绪宣泄，瞪眼、嘶吼、流泪。3板斧轮番上阵，毫无层次递进。剧中她设计擒住燕洵，手持利器欲烫伤情敌，这本该是角色黑化、张力拉满的高光时刻。可她的眼神空洞，神情慌乱，只有刻意的凶狠，没有骨子里的决绝。她想演绎纯爱破碎后的偏执，却只演出了肤浅的蛮横。她没读懂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悲凉，于是哭戏流于表面，狠戏缺乏感染力。观众只看到发疯标签下单薄无力的纸片人。02李沁的圆唇公主，从纯白到深渊，层次尽显。再看《楚乔传》里李沁饰演的圆唇，才知道什么叫教科书式的疯批美人。前期的圆唇是大卫最娇贵的明珠，身着华服披风，眉眼尽是天真烂漫，满心欢喜痴恋燕洵，眼里藏不住少女纯粹的爱意。一场血色婚礼碾碎了她的人生，心爱之人的背叛，家国的覆灭，自身的屈辱，将她彻底推入深渊。李沁精准拿捏了这种颠覆，眼神里再无纯真，只剩冰冷的恨意与破碎的绝望。她从单纯痴情变得狠厉毒辣，每一个眼神的转换，每一个动作的停顿，都藏着蚀骨的痛苦与偏执。李沁把圆唇的单纯、绝望、疯批、悲凉层层剥开，递进呈现，让这个角色可恨，更让人无限心疼。她演活了一个被命运撕碎的公主，让疯批2字有了血肉与温度，成为荧幕上难以逾越的经典。03李梦的婉宁公主，疯批入骨，狠辣决绝。墨雨云间里的李梦饰演的婉宁公主，她是成王亲妹，金尊玉贵，却年少未至，受尽屈辱。归国后性情大变，偏执狠辣，疯批自私。李梦演活了角色复杂的内核。出场时步伐慵懒，却眼神阴鸷，慵懒中藏着狠厉。发怒时衣袂翻飞间张狂尽显，无需狰狞表情，风劲已扑面而来。算计时微微垂眸，眼神却满是偏执，破碎又狠绝。他爱沈玉容到疯魔，不择手段。他弑父夺权，私设刑牢，行事乖张，既贵为公主，又似带刺玫瑰，美艳而藏有剧毒。他把角色的悲惨过往、偏执爱意、狠厉野心，全融进了角色的一言一行里。3人同演疯批公主，但演技高下立判。夏梦只演了疯批的壳，嘶吼、瞪眼，表情狰狞，却从未触及角色疯魔的内核。李沁演出了疯批的因与果，演出了从纯白到黑化的完整弧光，让观众能理解甚至共情那份绝望。李梦演出了疯批的美感、戏剧感和说服力，让反派充满魅力。观众吐槽照抄作业都不会，骂的从来不是模仿或借鉴，而是徒有其表的敷衍。经典的疯批美人之所以动人，在于演员吃透了角色内核，用细腻的层次和精准的细节，让疯有根有据，有血有肉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想收割红利，
就要拿出对等的诚意与演技，否则哪怕穿上同样的华服，饰演同样的角色，画皮难画骨，差距一目了然。友友们，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评论。